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用这个虾，用一虾做两菜，就好像在过年在家一样。一个虾如果说做的太多吃不完，那还可以做另一个菜。先把它打开，切开，然后倒出来。这里差不多就是1斤的样子，1斤多一点，全是这种大虾，还是活的。第一个虾用来做白灼。白灼的话呢，就是直接切点姜片，然后是切一点拍一点这个小葱，小葱不用切。好，就放到这个虾里面一起。现在准备下锅。首先我们把这个半锅水给它烧开，水烧开了之后再下虾，千万虾子不能冷水下，冷水下的话就把它给煮老了。好，水开了，水开了之后呢，放点盐。我这里呢大概是15斤的水，每斤水呢大概放个6、7克的盐，大概就放100克。100克的话就是大概5勺左右，5勺到6勺之间。好，然后呢抓一点点白糖，然后再倒点这个料酒，因为虾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腥味的，倒一点料酒。没有料酒或者用黄酒、啤酒都可以啊。现在我们把这个虾倒下去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水，它开的呢叫做鱼眼泡，就一点点小泡的时候就可以下了。给它下下去，下下去这个虾马上就会变颜色，从透明色变成红色还是跟上一期一样3点水，1下、2下、3下。这个点3下就说明只有80多度，要给它温度升一升，升到90度。刚开始下锅的是这个虾，你看到没有？它是直的，一会儿看它熟没熟，它就看有没有弯到一定的程度它就熟了。我先捞一个出来，打个样，一会儿。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叫做一个 L 型，现在是。好，继续点水。哇，点不了第3下了，现在关火，给它泡一下。因为我这个水呢放的比较多，放了15斤水，所以我可以泡。如果你们家里面水比较少，或者是3、5斤水，那就开微火给它吊起来。这个虾呢最忌讳就是开大火煮，大火一煮，这里面的汁水就流失了，这个虾就变得比较柴。你看现在慢慢的它已经在收缩了，它因为内部有热源，它你看在收缩，马上就会变成一个 C 字。到它最终这个虾尾贴到它的下巴的时候，这个虾就已经是全熟了。如果贴到这个位置呢，就可能是9.5，再往后面呢可能是8成，再往后面呢可能是6成。那现在呢，也就是个5成熟。我们放下去大概就是泡个3分钟到5分钟之间。你看这个大气一直在冒。好，感觉温度有点下了，我们给它加一把火。不能让手点得了3次点得了3次的话，就说明温度降下去了。现在呢是它的第2阶段，看到没？已经变成了鱼钩的形状了，它一会儿就要贴紧这个位置了，这说明已经熟了如果你们怕手烫了，玩不了这个，可以手先在冷水里面泡一下，然后再点，是一样的如果能够点3次的话呢，那依然说水温没有到。好，再点一下。好，水温到了，关火。现在已经泡到第4分钟了你看有的虾它已经开始卷了，这个尾巴已经快要贴到它的下巴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现在呢大概就是个9.5 9成到9.5之间。现在我们要挑一些出来，一些熟了的比如说这种就是已经全熟了，我们把它挑出来。有的大的我们让它再煮一下，比如说这个这个也是很典型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而且你看一下它这个虾头里面的水分都在，它不像大火煮的样，它是流出来的。那这种虾呢，它剥开里面汁水非常足，鲜味儿都在虾里面。如果一开大火煮，它这个虾水分就流失了，就不鲜了。现在我们泡的时间已经够了我们把这个葱，你看不要切断，
一筷子就捞起来了。把葱姜这些捞掉，我们把虾给捞出来，虾已经可以了哈，已经足足泡了有5分钟以上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虾非常的清爽，看到没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真正的看一下这个汁水足不足哈？你看。从这个壳里面就看得到，它这里面你看一压，这里面的汁水会动的，看到没？剥虾呢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剥法，当然我们就没有那么讲究。你看，它这个一剥，看到没？哇，这里面全是汁水。哎呦，看到没？这个汁水非常的鲜甜啊。我吃虾一般是把腿给它弄掉，这个地方吸一下，特别嫩。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阴结就掉下来了。你看，非常 Q 弹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肉中间的肉如果是透明的，这说明没熟；如果说变成白色的，那就已经熟了。再剥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它这个汁水，你看，它是完全包裹在里面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虾其实鲜不鲜甜，全在这个位置了。这里打开了之后啊，直接用嘴接上，为了让你们看到，我就不接了哈。看到没？这个水，这个就是里面的汁水，看到没？倒出来还是不少了。好，白灼我们就做的差不多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家庭版的香辣版本。香辣版本呢，这个里面的虾的汁水就让它在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它拍一下背。如果这个白灼虾做出来没有吃完，那我们还可以改刀，就稍微改一下刀，然后加一点很普通的材料，做成香辣虾。这样的话也可以避免一个食物浪费嘛。你毕竟白灼虾冷了之后、硬了之后就不好吃了。但是虾的话，如果说活虾直接拿来就做香辣虾，那这个虾的鲜味没吃到，我就觉得是很浪费、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先用来这样子白灼了之后，先品尝虾的鲜香味、鲜甜味，它的原味。吃完原味之后呢，如果你还没吃完，那再来做这个香辣的就很合适。香辣虾的材料非常简单哈，无非就是葱姜蒜、辣椒、花椒。花椒用到这个红花椒、青花椒，辣椒就是普通的辣椒段，然后就是老姜颗粒、大蒜粒，最重要的是这个大葱颗粒。香辣虾的话可以不用加小葱，因为小葱的它的味道它高雅一点，但是没有这个大葱这么冲，这么香。好。现在就可以来炒香辣虾了。我们这个没有加任何的酱料，就纯粹就是食材的味道。来，现在我们来炒虾。炒虾的这个油呢，我们最好就是用色拉油，或者是玉米油，或者是植物油，千万不要用什么猪油啊、牛油之类的哈。当然那个是炒商业的可以用。我们先给它润一下锅。但是呢，虾我们在家庭里面做就不要去炸了，你炸一锅虾，那个油就废了，它有虾的味道，就不大好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就用这么多油，把虾爆一下，然后再把它沥出来。爆虾的时候，就用这么点油，油温呢稍微高一点，就是采用一种半煎半炸的方式来。这个油温一定要上到200度的样子啊。我们把这个虾水给它沥一下，如果水太多的话，它会直接炸锅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直接下，稍微挡一下，因为它这个里面有水分。好，开大火，下去先不要动它，让这个虾皮变得有一点白色了之后再去动。因为现在一翻的话，温度就会降低，温度一降低的话，皮就不够脆。好。看虾壳已经变白了哈，
已经变脆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给它翻一下，你看，正好有一种那种要黄不黄的，要焦不焦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虾煎的这种干香干香的，看到没？这个一拉就断的这种啊，就是这样子，看到没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它拉起来，把这个虾弄起来哈。煎虾的油不要浪费了，这个虾油是很好的。看到没？这个虾皮已经发白了，皮肉现在已经脱离了啊，这个样子的。好，这个油呢肯定是不够的，再加一点点，补一点油。好，油温上来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放姜和蒜，姜和蒜放下去，然后这个花椒，青红花椒，这一个干辣椒放进去之后给它炒。这个的香呢，主要出自于料头和这个辣椒、花椒的香味。小火给它炒出颜色啊，小火颜色一下子就上来了啊，看到没？好，这个时候差不多了，我们把虾放下去。虾呢，先给它翻炒一下，让这个油啊进到虾肉里面去，小火炒一下。这时候我们来放大葱，大葱放下去之后呢，就炒2下哈，准备调味。调味这里呢，我们用的是干盐哈，1斤虾大概就是6颗盐的样子，6颗盐。然后呢，味精来1勺，鸡精来半勺，白糖来半勺，然后这个料酒来一点点。给料酒呢，是让这个味道化得更开一点，然后开大火。这一烹一下，香味完全出来了，直接关火就可以了。这个虾就做好了，它这里面的还在爆，还在噼里啪啦的。大家看一下，看这个虾，这个虾壳跟虾肉是分开的，是分离的。虾壳一旦变白，它这个壳看到没有？它跟这个肉就分离开来了。你看，我随便加一个，看到没？这是它的虾壳。它这个壳啊是不会跟肉连在一起的，直接可以剥开。吃一个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壳其实也是可以吃的哈，你看，又香又辣又脆。这个肉又回到了刚开始的那种鲜味的口感。现在吃起来呢，它就是更干香一点，更入味一些。这个虾这样子做出来非常的好吃啊，它没有加任何的多余的调味，全部都是来自普通的食材还有料头。基本上这个虾就是大力出奇迹，材料新鲜。如果这个虾里面它没有足够的水分的话呢，这个虾一下去它就干，一干呢它就容易糊，它就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肉跟壳脱离的这种状态。就算是做香辣虾，还是需要把这个虾煮的里面水分是足够的。它一下锅了之后，中间它的水分蒸发完了之后呢，它壳跟肉它其实是分离的，是脱离的，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壳酥脆，里面的肉呢它也不会说太干，然后也不会说太柴。所以不管是香辣虾也好，白灼虾也好，它的基础操作就不能够太马虎，就不能够开大火去煮这个虾。所以这一道一虾两做分享给大家，在过年的时候，从第一步就要做对，从白灼虾要做对，后面炒的时候按照这个方法来做，一个菜一个原料可以做出2道菜来，让你的亲戚朋友家人们惊艳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
下一期继续。